我他之前离过一次婚，看别人孩子看自己孩子也有点可怜，主动找他就是给他复过一次婚。复婚之后生了男孩子之后，我就在家里，他就出去打工。从07年的时候他就不往家寄钱，家里有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他的疑心太大，天天还是跟以前一样，说一句话都吵架，说一句话都吵架。到11年的时候，我又提出了离婚。这没想到这多少年，这天天就是往法院告我，还给我下传票啥的，收这传票收许多。就离完婚这多少年哈，就是说他一天肃静日子也没过，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就是只想把孩子的婚后给解决了，闹也闹了，起诉也起诉了，但是他始终不跟我一块去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离婚后还跟我纠缠不清啊？搞不明白嘛，所以来了。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韩先生37岁，来自江苏，是一名工人；女主人公张女士36岁，同样来自江苏，现在无业。来，有请两位。手里面依然是那只藏着彼此并不知道秘密的一只密码箱。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这个秘密吗？可以。愿意。你们俩离过2回婚是吧？对，我们也离了2次婚了。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们2个都不太愿意。结过婚以后，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就离婚了。哪年离的第一次？05年的8月份。当时有孩子吗？有一个女儿。女儿跟谁呢？跟我，因为就是从小吧，女儿挺依赖我的，一直以来就不太喜欢跟她。哦，在哪年复的婚呢？复婚办这个手续是09年办的，但是说就是我们离了之后有半年的时间在一起，就是说生活了，但是说就是没办这个离婚手续。等于离婚半年之后，你们就同居在一起了，也一直没分开。对，这一点我说，离婚之后我就出去打工。虽然离婚走了，我心里始终放心不下孩子。等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之后就听说他奶奶死了，然后有他二姑带着。我实在不放心，就去看了一下孩子，越看越不放心。后来他们村上的人说他后悔了，还说我跟着他没过一天好日子。他能说这句话，我很感动。我以为他真的改了。这句话只是别人捎的话，并不是他并没有当面明确对我表示。实际等于05年在离婚之后的这个半年，两位又重新生活在一起了。然后正式的办这个复婚手续是在09年。那就说明这个05年到09年这4年过得还不错，是吧？要不然怎么会办复婚手续呢？不是过得不错，当时他爷爷到处散布谣言，说我跟他是非法同居，我当时感到很羞耻。什么时候又离的婚呢？11年的11月份，我们又离的婚。为什么离呢？这次复婚本身就是错误的。怀孕之后，他告诉我他是不情愿的，被强迫的。当时我已经怀了孕了，我想留又不舍得，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就这么忍着。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到孩子4个半月之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了。我要求你把我送回老家，然后我就种地，我也不考虑我自己感情问题，我就想着你只要能把这个工资给我，我好好把2个孩子拉扯大也就行了。没想到你从07年就不给我寄钱了。我看这个上面写的，您其实现在无业是吧？你务农吗？不务农。既无业又不务农，您还带俩孩子，您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你告诉我。我把房子给卖了。啊，卖房子的钱。嗯。这不到11年又离了吗？这次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没回答我。最终让我提出离婚的就是有一次我在夜里睡得很熟的时候，他用电钻钻地板。当时我真的怕了，如果我要是再找他吵架，一发火，他用电钻捅死我都不敢保证。是说在婚姻当中，这个男人有家暴行为？是的。有多久？一直都没间断过吧。他一直在打你是吗？对。不是，从我们结婚一直到现在来说，始终都是他打我。说真的，我也不怕是许多观众笑话。哎，我再问一句啊，他是怎么打你的？揪着头发往墙上撞。哦。揪着头发，然后一巴掌拍到这边都还有呢，死了好几天。还有呢，按你的说法，这个婚姻里面一直持续着暴力事件啊，我就听见2次。其实事实上是对的。啊，听明白了。那好吧，今天来是为什么呀？是要复婚吗？不是要复婚，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和他吧，就从11年离婚到现在也接近3年了，对吧？啊。别人也离婚的也不少，就他们离婚就说
要么就说成为好朋友，要么就说形同陌路，就说谁也不干扰谁生活。但是我们这离了接近3年了，每次就见了面还是吵架打架，一丁点的事就闹到法院。孩子现在谁在带？孩子实际上是一直跟我，但是说他就是往法院一直要这个孩子抚养权，到后来孩子也让他带的，抚养权也给他了。那我明白了，你今天来是说想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们俩到底怎么弄，是这意思吧？对对。你的目的呢？我就想找他把孩子的户口给安上。上户口这事儿，你具备了相关的东西，到派出所去报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户口在内蒙生的名字写他的父亲的名字写错了。哦，小儿子户口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他上户口。没上户口。对。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没有。以前就说2个孩子跟我的时候，我女儿我也跟她说过，就说你们现在还小，就我反正不管怎么说，就在18岁之前，我不可能说就是孩子在18岁之前你不再婚。对对。你呢？我现在就是想一心一意把孩子养大。刚才男生在说女儿18岁之前她绝对不再婚的时候，你把头迈到一边去是什么意思呀？他可能吗？为什么不？在我们的婚姻存在期间，他都不正常。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是根本见不到他的人，白天不在家，晚上睡沙发。你不是指他外面有人吧？有。他疑心太重，什么意思？不管什么事，他都是往坏的方面怀疑。我结婚之前吧，就说经人介绍过一个对象，知道吧？散了就是一点关系没有。从结婚之后，他就整天他说什么，我外边就说有女人有孩子，就是整天就整天说这事，整天说这事。只要一吵架，那我就把这个事就提出来。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一开始结婚的时候，他告诉我有这么回事。后来我生完我女儿的时候，他妈告诉我，那个女的生的孩子是她的。那个女的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儿子。哦，也就是说你怀疑她跟那个人还生过一个孩子是吧？我跟你说，从来就没有跟他处过。不是，那个女的不是吗？跟他好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嫁给他仁兄弟了。那个男的，他母亲说的。怎么算都少2个月，少肯定那就是他的孩子，怎么算那个孩子都少2个月？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他们还得说，我们家就是再穷再穷也不舍得把孩子，让孩子漂流在外面。我再问个问题，就是你一个做母亲的，你看他对你孩子怎么样？应该还好吧？那为什么后来没把孩子收回来呢？他又是那么爱孩子的一个人，你一直说他对孩子不错。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一个亲生孩子，而且又跟你离异了？他现在完全有条件把他的亲生儿子认回来，他为什么不认？那女的不同意啊。这是你跟那个女的聊的，还是你的想象啊？那男孩长得像他吗？怎么看怎么像吧？像他妈。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婚姻到现在折腾来折腾去的一个根源，没有走出来。所谓别人的闲言碎语，让一个妻子认定了自己的丈夫在外面还有一段情感，甚至还有一个孩子。我最后问一次，你们俩到底为什么而来？实际上当时就说我是确实不想来这，也是让他给逼来了。逼了之后就说我觉得就说通过咱这个节目嘛，以前也是特喜欢看这个节目，就说我你们喜欢看这个节目是为了就是为了见他们来的，还是为了复婚来的，还是为了办户口来的？还是说复婚这个词儿你们俩谁都说不出口，谁都不愿意低这个头？之前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说就是说通过这几天就说给孩子交流吧，对吧？我就是说为了孩子我可以复婚。哦，为了孩子可以复。提醒4位老师注意，他们都有自己固执的坚守，有自己内心固执的道理，他们又有自己特别需要保存的那点面子，所以怎么去帮助他们理清他们自己的思路，就交给你们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结婚、离婚，又复婚，然后又离婚，这个日子过得好像是更注重面子过程。我不太知道该怎么给大哥大姐一些实际的建议，我只想站在你们孩子的立场上，说一些他们的可能想要说的话。你们所有的这些分分合合，基本上没有给孩子带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的就是内心是不是已经习惯，或者说已经麻木了你们这样的离开又复合，然后再离开再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爸爸可能这么多年一直都比较唯唯诺诺一些，妈妈可能强势一些。那么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要再折腾了，人生没有多少个10年，请善待自己的小孩，善待自己身边的人，也善待2个人可以一起走下去的每一天。夫妻关系可以通过离婚协议解除，但是这世上有一种关系是如何也解除不了的，那就是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母女关系。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你们不要用复婚作为一个让自己成为父亲或让自己成为母亲的一个条件，因为这是2件事情。即使你们不在一起，你依然是你孩子的父亲，你应该享有并且必须有权利去照顾和他们在一起。你作为母亲，你不能把这个权利剥夺了。我们再来说你们之间是否要复婚，你们2个人从一开始对对方都是不是很满意的，结果在婚姻当中就互相指责、互相苛刻，以至于现在离跟不离一个状态，都是在自虐。你们把自己也陷入了一个僵局了。有的人离婚了，得到了一个机会；有的人离婚了，得到了教训。但你们呢，得到了一盘死水。女孩，你不断的在搅。如果说婚姻是一盘棋的话，你下得非常烂。你觉得自己下嫁了他，你看不起他，你觉得很亏。即使离婚了，你们还在死缠烂打，想和局又不服，不甘心呢，所以你就不停的在搅得一团乱。这男士都怕你了，男士也很不靠谱，各种事情我们现在无法通过你们的言语来证实哪个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无可非议的，就是你居然孩子的出生证明都写错了。然后这件事情对一个父亲来说合格吗？肯定也不合格。女士，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男方是说有可能复婚的一种愿望、一种机会，但始终你是在咬住了不放的。我不知道是否是你真心的内心的想法，还是一种面子上的一种矜持。如果你真是跟他没有什么夫妻关系了，放他一条生路，不要扰乱他的生活，同时让他拥有做父亲的权利，这是你应该做的。我觉得哈，刚才他说的这个对，这女方你性格上确实很强势，思维上比较混乱。你想要什么？你看中对方什么？你们第一婚，然后又离了婚，又复婚，这样的多次这么反复的，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觉得哈，你有的时候看他也不是特别对的。你比如你说他什么那个晚上睡沙发。他为什么睡沙发？他并不是说他有了外遇他才睡沙发，而是他怕你，怕你了他躲着你。所以你自己这方面的性格上的缺陷你一定要改正，不然的话你找到谁结婚过日子都不行。男方也表示愿意复婚，我觉得你对他是有感情，你没有感情你不会报名来到这里啊。另外呢，你说你把2个孩子抚养权要到手里，你没有能力来抚养这2个孩子，都没有经济来源，这个2个孩子交给你交给他，作为我们观众大家都不会放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俩共同来负担起这个2个孩子的抚养和成长为好，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好，谢谢王老师。你们俩啊，结婚是个错误，离婚没有醒悟，再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再次离婚是执迷不悟。我希望今天你们俩能够醒悟。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你们2人的问题是什么？多疑、不信任，还有好逸恶劳，带2个孩子反而没工作，嘴不对着心说话。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人生是会犯错误，但要醒悟，要不然就会一误再误。很简单，你们俩不要复婚，先把2个孩子带好，找好工作，过上正常日子了，再去谈复婚的事儿，就这样吧。别活在别人的这个言语里，这就基本属于活在别人的言语里了。说了，长得像，是他的，就有了。说了，我们俩是非法同居，没面子，我就复了。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怎样了，活得很累。我特别认同涂老师最后说的那段话，先活出个人样吧，然后再考虑复不复婚。有的时候爱情还真是挺奢侈的，
请你们善待孩子吧，不管你们两个人的个人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俩，抓紧利用，说自己心里最想说的话，丢掉争吵吧。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分分合合这多少年了，对吧？你也知道，就是说从中间咱们两人闹矛盾开始，就是说一直对孩子心里面产生很大影响。你也知道，所以说你硬把他两人就是说带走了，我也把抚养权也给你了。就是说你不要把大人事天天给他讲，天天给他讲。他跟我说过几次了，他就说你天天说这个。你如果说要想跟两个孩子和平相处下去呢，对吧？你把这个大人的事尽量不要让孩子知道。其实我并没有说，你又不在场，我也没有说他两个孩子天天让人挑拨他。现在过去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这么多事，今天在这说这些话，可能说的不全面。这么多年过的日子，对不起啊，时间到了啊。你看，好好的别吵说话，不是也能沟通吗？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要这么说话，不也挺好的吗？剩下的问题，你们带到生活里去协商吧。两位交换一下秘密。请回。来，请关门。俩孩子，2次离婚，日子还过得这么糊涂。赞成为孩子而复婚，请选赞成。觉得不管为什么这俩人其实都不应该在一起，请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31.25%的观众朋友觉得，哎呀，为了孩子就复婚吧。但是68.75%的现场观众说，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样的日子都别过了吧。我们来听听大家为什么这么想。赞成，就是他们复合的啊，因为孩子还是很小的啊。您呢？我是反对。你们俩什么关系？情侣。情侣哈。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在一起，首先要考虑清楚，然后他们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再盲目的在一起的话，我怕他们就是再对孩子造成更一步的伤害，怕他们再离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发表了他们的一个意见和看法，但是主得人家自己做呀。他们俩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5、4、3、2、1。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幕。来吧。这不就是想复婚来的吗？你就憋了半天，你就不说你。看你的秘密是什么啊？哎，他说，我这次决定下节目后彻底把孩子的事情解决清楚啊，就户口问题是吧？那我看看女生给你留下来的是什么？女生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也不会和你吵架，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复合的可能了。他都写了说，我和你没有复合的可能，你干嘛还出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现在整天跟我吵架，主要是就这以前呢。其实就是你打心里还想跟他过是吧？那你干嘛问你那么多回你都不说，我还想跟你过呢？刚开始让闹腾是真不想跟他过，我也是临时提到孩子时，对他也有感情。说真的，这多少年就是这一笔糊涂账啊！我现在就说想让你好好的带着两个孩子，我出去打工。主要现在是大女儿啊，她就说她老是接受不了你，大人事尽量不要跟她说。我也慢慢的会劝她，就是我最好是还是出去打工挣点钱，以后孩子慢慢长大，各方面都需要钱。也知道就是房子也让你卖了，我也没法弄回来，对吧？行吧，那你跟他还复吗？只要有可能的话，我就说，即使说就说为了孩子，我也会就说复。行了，赶紧去追去吧。